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們現在看的這一題是台灣的大學聯考1985年理組的試題計算題第4題。他說呢，假設 a、b 是兩個常數，而且呢，對任何一個實數 x 呢，很有這個不等式哦，恆成立。那我們要求 a、b 的條件，而且呢，請在坐標平面上標出滿足這個條件的所有點 a、b， 而且呢，要標出它的邊界跟頂點哦。好，同學，我們先觀察一下。首先呢，我看到一個熟悉的這個敘述哦，對所有的實數 x 恆成立啊，然後對所有實數 x 恆成立，而且呢，這個不等式呢，分子是2次，分母是2次。那其實我們看到這樣子也不用太擔心哦，因為你仔細觀察一下，這個分母這一塊呢是判別式小於0的，所以呢它是恆正的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們就可以把它乘到右邊，不會改變不等號的方向，它就變成一個2次不等式了。好，那這個2次不等式呢，對所有 x 呢這種恆成立的話，就讓我們想到高一所學的這個2次函數的恆正與恆負啊，比如說一個2次函數 ax 平方加 bx 加 c， 那如果呢它是恆正的話呢，代表說我這個拋物線啊，它橫在 x 軸的上方嘛，所以呢，它就必須要同時滿足2件事情哦，就是領導係數要是正的，然後呢判別式呢必須要小於0哦，才會開口向上，而且呢它不會碰到 x 軸哦，同時滿足這2件事情。那恆負的話就反過來開口向下 ，a 小於0，然後判別式依然是小於0哦。好，所以這題呢，我們當然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先把分母把它乘過去，不會影響不等號的方向。那不等式的左邊呢，就是這個分子的部分。那右邊的話，我們乘過去之後變成 bx 平方減掉 bx 加 b。好，我們把它稍微移項整理一下 ，a 減 b 加1x 平方再加上 a 加 b 減2x 再加上 a 減 b 加1，好，大於0。好，它恆成立，所以呢，我們當然馬上想到呢，這個恆成立嘛，恆成立。對於所有的 x 來說，它恆成立，我就馬上想到呢，它必須要同時滿足呢，開口向上 a 減 b 加1大於0，跟判別式小於0哦，a 加 b 減2的平方減掉4倍的。那同學他這個題目設計好的哦，讓這個2次項的係數跟常數項的係數是一樣的。然後這樣子呢，我們等一下就比較方便，可以因式分解 a 減 b 加1的平方，然後這個要小於0。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題目呢，本質啊跟我們學過的2次函數恆正與恆負很像，只不過呢，我們現在呢是有2個變數，所以呢，我們等一下必須要在這個平面上去框出滿足這個條件的區域的範圍。好，那同學我們就來稍微把下面的這個式子呢做一個因式分解啊，因為它剛好是個平方差。那後面這個可以看成是2a 減2b 再加上2的平方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因式分解它，上面這個不動，那下面這個第一個是2個相加 3a 減 b， 然後再來是2個相減負 a 加 3b 再減4，好，這個要小於0。那我再把下面的這個不等式呢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因為我們希望這個領導係數要是正的啦，所以呢，我們就是同乘一個負號啊，然後讓它變成 a 減 3b 再加4，然後這個不等號方向改變，變成大於0哦，變成這樣。我們再去畫它的圖哦。好，那我把這個稍微移來這邊。然後變成這樣。好，那第二個呢，我們就可以來畫它的這個範圍。所以我們現在有3條直線必須要畫。好，第一條直線啊，這個呢，當然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x 軸跟 y 軸了啊。然後第一條直線呢是 a 減 b 加1大於0，那它因為不含邊界，所以我們等下用虛線來畫好了啊。好，那首先呢，這個點通過這個-1,0。還有0,1嘛，好，所以呢，它是一個斜率是1的直線。那等一下呢，它會是在右邊，大於0哦，所以這個是在右邊。好，這是第一條直線，這個 a 減 b 加1，等於0。
好，那再來呢？第二條直線3a 減 b 等於0，那代表說我們是通過這個1、2、3，然後還有0、0哦，那這邊也是虛線，所以我們用綠色的來畫一下，好了。好，變成這樣，好，變成這樣。那這一條呢，就是 3a 減 b 等於0。好，那最後一條呢 ，a 減 3b 加4等於0。那通過這個-40哦，2、3、4，好，這個是-40。然後還有這個0跟4/3啊。好，但同學你們可以仔細呢，我先用橘色畫一下。這個是虛線哈。好，同學，你們稍微仔細計算一下呢，你就會發現呢，這3條直線呢其實是交於一點哦。這個叫做 a 減 3b 加4等於0。好，那其實呢，共同交於一點哦，這一點呢叫做1/2跟3/2。好，那首先呢，紅色這條虛線啊 ，a 減 b 加1呢，第一個條件在右側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呢，在紅色的右側。那再來呢，我們下面這兩個條件呢是要同號的，所以呢，要同時在綠色跟橘色的右側，或是同時在綠色跟橘色的左側哦。所以呢，就會發現呢，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左半部這個部分跟右半部這個部分啊，當然都是無限延伸。但是呢，我必須要在紅色的右邊哦，所以呢，最後呢，我們的這個滿足這個條件的範圍哦，就會是在這個區域，就是在這3條直線的右邊，因為它要橫成立哦。那當然呢，這個範圍呢都是無限延伸的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們就特別我請各位同學在特別標注呢，這個的頂點哦，有個頂點在這邊是1/2、3/2，這個就是 v， 有個頂點在這邊，然後呢，這個邊界呢都是虛線，它是不含邊界的，所以我們最後的範圍呢，大概就是像這樣。